亲爱的朋友，历史印记是探索历史深渊、揭秘历史名人的频道，目的是深入挖掘那些改变世界进程的伟人们的生活和成就，感受改变历史进程那些人所带来的力量。我们将视频分为10段，前9段为名人从童年到老年的故事碎片，第10段为名人给历史烙上的印记和名人的趣事。封面图的内容会在第10段展示，你可以在进度条上看到段落标签。感谢你们一直以来的支持和鼓励。如果你喜欢我们的频道，请点赞支持，谢谢观看。Historical Fragments 1。安妮·弗兰克，这个后来通过她的日记《安妮的日记》而闻名于世的小女孩，小时候生活在德国的法兰克福。在纳粹党的威胁还未临近之前，安妮的童年相对平静和快乐。1932年，小安妮在她3岁的生日派对上，得到了一只她最喜欢的跳跳兔玩具。她兴奋地在花园里与朋友们一起玩耍。那是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孩子们的笑声充满了空气。Historical Fragments 2。1933年，安妮的家庭因政治形势的变化被迫搬到了荷兰阿姆斯特丹。在新的学校，安妮开始展示出她的写作才能。她喜欢在课堂上写小故事，老师和同学们都很喜欢听她讲述。尽管初来乍到，语言和环境都有所不同，安妮很快就适应了，并且赢得了许多同学的友谊。她的热情和智慧使她在小朋友中很受欢迎，经常被邀请参加学校的各种活动和聚会。Historical Fragments 3。1942年，安妮·弗兰克一家人为了躲避纳粹的迫害，隐藏于阿姆斯特丹的一个隐蔽后院建筑里。在这个狭小的空间内，安妮开始了她的日记写作，记录下她的心路历程和对外界的思考。尽管生活条件十分艰苦，她依然保持着对生活的希望和梦想。她在日记中写道：尽管我去不了学校，但我依然可以学习，可以梦想。这段时间里，他的写作才能得到了显著的发展。他的日记后来成为世界文学宝库中的重要作品。Historical Fragments 4。在隐藏期间，安妮与其他藏身者一起生活。这种密集的共处让她不得不早熟地处理人际关系和情绪冲突。她在日记中坦白了她与母亲之间的紧张关系，以及对父亲的深厚依赖。安妮的文字中流露出她对青春期独特的困惑和感受。她写道：有时候我觉得我是世界上最孤独的人，尽管面对内心的挣扎和外界的恐惧，安妮的文字仍然充满了对未来的期待和对人性的深刻洞察。Historical Fragments 5。由于安妮·弗兰克在纳粹集中营中不幸去世，她并没有真正经历到中年。但我们可以想象，如果安妮能够幸存下来，她可能会成为一名影响力极大的作家或记者，用她的笔触继续影响世界。她的日记《安妮的日记》在战后被发现，并由她的父亲奥托·弗兰克出版。这本书激发了全球对大屠杀历史的反思和对人权的重视。我们可以设想，中年的安妮会在全球范围内进行演讲，分享她的故事和生存的见证。Historical Fragments 6。在另一个可能的世界里，中年的安妮可能会成为和平与和解的积极倡导者。经历过战争的恐怖和人性的暗面后，她可能致力于推动全球和平教育项目，教育年轻一代关于容忍和理解的重要性。她的文章和演讲可能会成为学校教育的一部分，帮助防止历史的悲剧重演。我们可以想象她在联合国的演讲，呼吁各国领导人重视和平建设。她的话语中依然透露出那个坚韧不拔的少女的影子。Historical Fragments 7。安妮·弗兰克的日记《安妮的日记》成为全球范围内教育青少年的重要资源，特别是在历史和人权教育领域。她的文字不仅记录了战争中的个人苦难，也展示了人类在极端条件下的希望和坚韧不拔。她的故事在全球多个国家被纳入学校课程，成为讨论战争、歧视及人权侵犯的基础。
她的经历让无数年轻人了解到历史的重要性和个人责任感的培养。Historical Fragments 8. 安妮·弗兰克已经变成了全球抗争不屈不挠精神的象征。她的生活故事和思想观点通过各种形式传播，包括剧场、电影、文学作品和教育项目。例如，安妮的日记多次被改编为电影和戏剧，深刻影响了观众的心灵，激发人们对和平的渴望和对暴政的反思。她的名字和形象在推动社会正义和历史真相的讨论中起到了桥梁的作用。Historical Fragments 9. 安妮·弗兰克之家现已成为阿姆斯特丹最重要的历史遗迹之一，每年吸引数百万游客。安妮的故事通过这个博物馆得以保存和传播，参观者可以直接感受到历史的压迫感和个人故事的力量。这个博物传不仅是纪念安妮和其他犹太受难者的地方，也是教育公众，尤其是年轻一代关于历史的重要性和人权的保护的平台。通过互动展览和教育活动，安妮的遗产继续启发着全球的访客。Mark of the Day. 在二战的阴影下，一个小女孩的笔触描绘出了那个时代的恐惧与希望。她的名字叫安妮·弗兰克，一个普通的犹太少女，却因为一本日记被世界铭记。安妮出生于1929年的德国，随着纳粹势力的崛起，她的家庭在她还很小的时候就逃离德国，最终定居在荷兰的阿姆斯特丹。这个家庭原本普通幸福，但战争的阴云迅速改变了一切。在安妮的成长过程中，远在东方的中国正处于抗日战争与内战的连年苦战之中。同一时期的中国人民正在经历着外侮与内乱的双重磨难，而西方世界则因为工业革命和科技的迅猛发展而日益繁荣。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为什么中国会落后？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科技和工业的差距，以及内部的持续冲突，使得国家无法集中资源来应对外部的压力。而在安妮的小小世界里，这一切似乎都显得遥不可及。1942年，为了躲避纳粹的迫害，安妮和家人隐藏在她父亲公司的阁楼里。这个阁楼后来成了她的世界。在这封闭的空间中，她通过写日记的方式记录下了她对战争的恐惧，对未来的憧憬，以及对人性的深刻思考。通过她的眼睛，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时代的缩影，一个小女孩如何在绝望中找到希望，如何在狭小的空间里展开了一段广阔的心灵旅程。这个故事不仅仅是关于成长的痛苦，更是关于如何在最黑暗的时刻寻找到光明。安妮·弗兰克的故事是关于战争，是关于生存，更是关于人类不灭的希望和坚持。安妮·弗兰克虽然年仅15岁便命丧纳粹集中营，但她的日记却成为了超越时间与空间的桥梁，将一个少女对自由与和平的渴望传递给了世界各地的读者。安妮的日记不仅仅是战争的见证，更是对人性深刻探讨的记录。她对生活的热爱，对未来的希望，在战火纷飞的时代背景下显得尤为珍贵。这部日记的广泛传播，让全世界的人们都能感受到战争的残酷与不公，并引发了对人权、平等和正义的深刻反思。安妮的故事激发了后世对历史的记忆，提醒人们必须从历史中学习，防止悲剧重演。她的话语成了抗争不公的象征，鼓励了无数人面对困境时仍保持希望与勇气。更进一步的，安妮·弗兰克的日记也成为了文学和历史教育中的重要读物，被多国学校采用，教育着一代又一代的学生。她对自由的向往与对人性的深刻洞察，成为了激励人们追求更加公正社会的动力。在现代化进程中，安妮的故事提醒我们，科技与经济的发展虽重要，但人文关怀与道德的思考同样不可或缺。通过安妮·弗兰克的眼睛，我们看到了一个历史的缩影，更看到了一个不屈不挠的灵魂如何在世界的舞台上留下不灭的印记。他通过自己的文字，搭建了一个让全世界都能理解与共鸣的平台。他的生命虽短暂，但他的影响力却是永恒的。安妮用他的笔
勾勒出了人类历史上一段永不褪色的记忆。她的故事和她的声音，将永远激励着每一个为正义而战的心灵。Celebrity Magnifying Glass. 安妮·弗兰克的生活虽然短暂且充满挑战，但在她的日记中，我们可以看到她如何以一个普通少女的视角，观察和思考着战争与生活中的种种细节。安妮的日记不仅记录了她对外界战争的恐惧，也展现了她在成长过程中的普通烦恼，比如她对家人的感情变化，对朋友的思念，甚至她在阁楼中的初恋。一个有趣的细节是，尽管生活在如此压抑的环境下，安妮还保持着对生活的好奇心和幽默感。她在日记中提到了对阁楼里的一只小虫子进行名字投票这样的轻松时刻，显示出她试图以积极的态度面对困境。此外，安妮还是个热爱文学的女孩，她在日记中多次提到自己阅读的书籍，并梦想着成为一名作家或记者。她甚至在日记中为自己的作品编写了目录，计划将来出版。安妮的这些日常小事让她的故事更加真实和贴近读者。她的经历不仅是历史的一部分，也是无数普通人日常生活的反应。通过她的文字，我们得以窥见一个年轻灵魂在极端环境下如何保持内心的光芒，以及她如何用笔触抓住那些即使是在最黑暗时刻也能让人微笑的瞬间。